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央视终于要播了，吴磊领衔，张震和润东助阵进来，才是最硬核的武侠王炸。你见过一个演了20多年戏、拿过影帝的演员，在预告片里只有一句台词，露脸不到3秒吗？你敢信？曾经以一己之力扛起绣春刀的硬汉张震，跑来给一个95后小生当人形背景板？没错，就是剑来。这部2026年号称最硬核的武侠剧，演员表一出来，直接把网友干沉默了。吴磊，27岁，名字独占一席，后面跟着领衔主演4个大字。在他下面，张震、段奕宏、高圆圆、何润东、金世杰这一串名字，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当男1号，结果全被塞进了特别出演和出演的名单里。这排面，你敢信？但更让人头皮发麻的，不是演员阵容，而是吴磊为了这个角色干了什么。为了演好那个倪萍像的孤儿，他提前半年开始减重，每天凌晨4点爬起来练剑，还跑去学竹编，手指头磨的全是血泡，结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开机那天，他穿着粗布麻衣，戴着竹编斗笠，指甲缝里还塞着泥，整个人瘦脱了香，站在那儿就是陈平安本人。你说他图啥？图钱？图名？别逗了，以他现在的咖位，随便接个恋爱综艺不比这轻松。说白了，这孩子是想证明一件事：我吴磊能扛起这部戏的魂。进来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个倒霉蛋的逆袭史。陈平安没爹没妈，本命辞岁了，长生桥断了，连口饱饭都吃不上，属于那种开局连条狗都不如的底层少年。可就是这个被命运踩进泥里的孩子，愣是没走捷径，没去抢那些飞来飞去的机缘，就靠着心里那点善恶底线，在泥潭里摸爬滚打。这剧最狠的地方，就是他完全跳出了修仙爽文的套路，什么开局捡秘籍、3年修炼吊打全场的戏码，他统统没有。他讲的是一个人，在无数的诱惑和磨难面前，怎么守住自己的道。为了把这个道给拍扎实了，剧组也是真敢花钱。他们没去横店那种千篇一律的影视城，而是直接跑到浙江龙泉，硬生生砸了3个亿，搭了一个8万多平米的离珠洞天小镇。倪萍巷、老槐树、龙窑，全是一实景还原，连砖缝里长出来的苔藓都是真的。你想想，这的是多大的手笔？更绝的是，他们把龙泉青瓷和古法铸剑这2项非遗直接融进了剧情里。宁瑶那把剑，剑鞘上的纹路用的是龙泉青瓷里的歌谣冰裂纹，每一道裂痕都是匠人故意烧出来的残缺之美，象征着宁瑶那股清冷孤傲的劲儿。这种细节，你以前在那些绿幕抠图的仙侠剧里见过吗？所以，当吴磊穿着草鞋站在那个冒着烟火气的倪萍巷里，他身后是整个剧组用3年时间一砖一瓦砌出来的真实江湖。这个江湖不是特效堆出来的，是能闻到青瓷松脂香，能摸到剑刃寒气的。可这剧偏偏选在了2026年这个神仙打架的档口，前有标人砸了7个亿，远赴新疆大漠实拍，硬核程度拉满，后有雨霖铃靠着手搓武侠的旗号，杨洋95%的打戏都是自己上，拳到肉，把观众看得热血沸腾。连老前辈莲花楼都还在暑期档里重播，播放量硬生生干到了400亿。程毅那个放下与和解的设定，到现在还被观众翻来覆去的品。跟这些狠角色一比，剑来走的路其实更险。他不玩手搓的硬核，而是玩意境的写意。
武术指导搞了一套水墨剑舞的体系，吴磊挥剑的时候，特制的矿物墨汁在高速摄影机下炸裂开来，把匣子拍出了水墨画的味道。这种打法说白了就是意大于利，更讲究一种东方美学的浪漫。这就好比羽林陵是宋朝的冷兵器，每一刀都砍在实处，而剑来是唐朝的霓裳羽衣舞，好看是好看，但看完有人会说不够爽。这恰恰是剑来最让人纠结的地方，他想跟那些无脑爽文彻底划清界限，想用讲道理来打动观众。陈平安在剧里喊出的那句天道崩塌，我陈平安唯有一剑，可搬山、断江、降妖、镇魔，听着是挺燃的，可这背后是必须让观众能坐得住去听那个道理。可问题是，现在的观众真的还有耐心去看一个少年在泥泞里反复挣扎，反复追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他们会不会更想看展昭那种一上来就残血，然后靠着手搓硬功夫一刀一刀砍翻全场的爽感？进来的导演张弛宇赌的就是观众对精神厚度的饥渴，他赌大家受够了那种3秒一个反转、5秒一个爆点的电子榨菜，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品一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意境。可现实是，短视频时代，连刷个剧都要开倍速。你让一个习惯了快节奏的观众去看陈平安在泥瓶巷里啃炊饼，看齐静春蹲在地上教他写人字，这画面会不会太慢了？吴磊为了这个角色确实是拼了，他减重12斤，练剑练到眼神里带着杀气。他甚至把倪萍像少年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卑微和倔强刻进了自己的肌肉记忆里。可一部剧的成功，光靠主角一个人孤注一掷是不够的，尤其是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大家更关心的是好不好磕，而不是好不好看。所以当张震用他那张写满故事的脸去演一个蹲在泥巴地里教孩子写字的先生时，我就知道这剧的道已经立住了。可有多少人愿意为了看这个道而忍受前面可能存在的慢呢？说白了，这就像一场豪赌，赌的是观众的文化自信，赌的是大家还愿不愿意相信道理最大。那么问题来了，当吴磊的水墨剑舞对上杨洋的硬桥硬马，当道理对上爽感，你更愿意为哪一部按下那个播放键呢？